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的包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空中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却来，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的粉红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新的一年，希望我以及所有爱台湾的各位都能够无忧无虑地当一位台湾人。祝大家新年快乐！那虽然我的新年愿望是这样，但上周六八囧和闽南郎的统战影片下集播出后，我们再次看到中共对台统战的深层操作。然而，最令人愤慨的不仅是翻墙出征的小粉红，而是那些埋伏在台湾内部协助中共的亲共人士。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台湾的自由民主背叛，更是对台湾未来的威胁。墙内跑出来的小粉红，他们本来就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下，会活成那德性是不令人意外的，会觉醒甚至成为反贼的，算是特例。所以我觉得更可耻可恨的是埋伏在台湾内部的这些。习近平确实蛮伟大，反共没有国民党党章没有反共啊，不要乱讲好不好？哦，什么你不反共，我确实不反共啊。张超感谢你哈，我不反共啊，我不反共，从头到尾干嘛反共的？我只反共只是，拜托，反共只是好玩而已，我干嘛反共？可怜，这位是中国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桃园的朋友还好吗？桃园不可能没有人才吧？这样的人还让他当选，不对了吧？我们宝贵的选票不该选这样的人来危害台湾。面对时刻要侵略台湾的敌国政权，身为我国代议士的人却说自己不反共，来问说干嘛反共，甚至称赞习近平很伟大。老蒋以前还在国民党的时候，是会高喊与共匪势不两立。蒋经国还曾经评价过中共说，他将近50年来的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仍是邪恶魔鬼，痛批是杀人凶手，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还提醒，尤其血气方刚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容易上当，一入圈套即无法自拔。那根据蒋经国的看法，詹江村应该已经不算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了，所以他在蒋经国的眼中呢，会是属于后面那一群。国民党党章还好意思写反对共产主义，结果底下却没一个在反共的，连某个国民党的群组管理员都禁止贴反共文章，说反共反中国是民进党在做的，还用禁止的禁啊，结果他自己在禁止反共文章。讲到去年桃园市府宣传的灯会短片，都还出现过自我矮化的内容，声称是中国台湾桃园元宵灯会。大家拜托不要忽视这种小地方，如果纵容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统战用语，那中共侵台的成本就越低。这类身带任务的就是这样慢慢洗脑你，有人反抗捍卫国家，他就用轻蔑的态度说这又没什么。看到在反抗中共的台湾人，他不帮忙还要吐槽说反共干嘛？那些人不是笨就是坏。那说到八囧的统战纪录片下集啊，很像是被压流量推不太出去，但这部影片是以真实案例揭露统战手段，还派卧底用命拍出来的重要影片。因此我认为啊，不能让这件事就这样淡出众人目光，必须要让更多人关注到。虽然我上周也是第一时间就已经发文，有初步分享自己的心得，当然还是希望能帮忙维持这话题热度。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再来接着补充几点，分享当时我没说到的细节，也欢迎大家看完留下自己的观点，让更多人了解中共统战的危害迫在眉睫。首先在纪录片下集中啊，有谈到统战中间人会要台湾人去办中国身份证，然后联手骗中国银行钱这件事啊，本身就是一个计中计，而且就算他立场讨厌中共，但是急需用钱的台湾人也可能中计。这个统战套路背后有3个重点：一是各自掌控，虽然统战中间人说得很轻松，唬你去办中国身份证，然后 A 一大笔钱之后再跑回台湾就好，跟你说以后别来中国就没事。光听这些很像没问题，但如果你真的相信了而去办中国身份证的话，那就糟了。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中间人的话也只说一半而已。根据统战中间人的说法，他们在台湾跟黑道也有配合，所以你拿了钱跑回台湾还想完全没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手上除了有你的中国身份证资料之外，连你当初在申办时你在台湾的相关资料也在他们手中了。二是黑道威胁，中共台青创业基地的中间人既然都说了他们跟台湾黑道也有关系，那这样就算你逃回台湾，中国那边是不是可以透过黑道去找你处理？要记住此时啊，他们手上已经有你的资料了，因为你已经跟魔鬼签卖身契了。然后这
还只是其中一种对付你的方式。第3个就是国籍风险，对方届时可以看心情决定公开检举你有中国身份证这件事，让台湾当局对你侦查，还让你社会性死亡。最终你两边不是人之外，你的台湾国籍还因此被注销。那这样到头来，你是不是只能去中国，而且身上还背了一大笔债务，彻底沦为中国韭菜？你的器官也不是你的了。生命可贵，民主无价，千万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葬送自己的人生。台湾人身份被注销也是正在进行式。先前统战纪录片出现过的李东宪舔共过头了，他就正面临此问题。纪录片中还有一件事值得大家注意，那位统战中间人林金城，事后也被警方证实是台湾的通缉犯了，有诈欺、恐吓取财、伪造文书、违反著作权法等多项刑案记录，而遭到法院通缉。自2020年底赴上来后，就未有返国记录。而这样的人，办公室挂着韩国瑜送的匾额，摆着跟云林县长张立善的合影，为什么都是国民党的挺他？大家可以思考讨论一下。总之，中共就是利用这样一位通缉犯，让他成为对台统战的中间人之一。那你说跟这类人合作，真的能像他说的一样这么容易就有一笔不劳而获的财富吗？我在看统战纪录片的时候仔细观察这人的语气神情，我觉得这人真的是不能信。除了他说话很会画大饼，以及鄙视安分守己、存钱在银行的中国老百姓为傻之外，他里面实际上有做一件事，我看比较少人提到，就是这位林金城打电话给巴囧的摄影师这段。林金城这通电话是在统战行动曝光后下集上片之前，当时林金城还不知道自己有被拍到，而依然联络摄影师，试图引诱他办理中国身份证。这为的是什么？绝对不是什么林金城真的很爱中共，很想实现统战计划。这背后推动他最大的利益，终究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打电话给摄影师追问闽南郎下落时，并没有追问太久，反而重点都是放在希望摄影师赶在12月结束之前去中国办好身份证，其目的就是要割韭菜，并且借此进一步控制、勒索这些鬼迷心窍的人。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巴囧的摄影师真的去办了，那林金城可以透过那些手法再赚一笔中介费之外，还能同时对中共上层交代，以及从今以后都握有摄影师做这件坏事的把柄。日后他就能借此来使唤摄影师在台湾执行统战任务，甚至是威胁说不配合就要你好看，可以说你的资料我们手上都有了，要找到你很简单之类的。这也是变相的诈骗车手了，只是债务人变成上当的这些台湾人，届时一步错步步错，大部分钱还会被当地人拿走。中国的银行要讨债，找的会是这些台湾人，而不是那些拿走大部分钱的中国银行行长。提醒各位，台湾的自由民主是必须由每一位国民共同捍卫才能享有的成果。我们必须警惕内部亲共势力以及中共统战的手段，不仅在选举中做出正确选择，在罢免亲共代议士时也要不留余力，避免成为中共渗透的温床。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军在带风向，说纪录片中这些事情又没什么，大家早就知道了。看到讲这种话的，就是在讲干话。就算你真的早就知道，也不代表大家都知道，好吗？更何况这次是将内部相关证据都拍出来，这个过去哪有人做啊？这2部纪录片绝对是反共圈里面的模范影片了。一般人是没有这种资源跟机会能去拍出来，还成功回到台湾的。同时间也看到日本电视台也因此前往厦门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从日本的视角来看一下中共是不是真有出钱给台湾人，对台湾人引诱，慢慢洗脑成统战样板的情况。こちらの建物には両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と書かれた看板が掲げられています。実は最近アモイ市内ではこうした両岸、つまり中国と台湾の関係を発展させるための施設が増えているんです。嘉义，台湾嘉义，有知道也有一起工作吧。我从台湾的新竹来的，这边的会议室跟服务项目就比较完整。彼らは皆台湾出身の若者たちです。実はここ、中国政府が台湾の若手起業家に無料でオフィスを提供。飲食や健康食品、IT 関連などおよそ100社がここで起業しています。2年前に入居したという楊宗傑さん31歳。创业启动资金，它是一次性的奖金是5到15万这样子。大陆他们给台湾青年有一些扶持的一些政策嘛，会比在台湾的收入更多1-2倍这样子。金额的话就是差不多可能20万。中国政府による優遇措置は他にも。补贴的话是2000块嘛，那一般的话，我们这边也是加上水电也是差不多快接近快2000块，也是刚好不是可以减免我们的那个一些负担嘛。家賃補助は3年間受け取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まさに至れり尽くせり。
補助金をもらい飲食店を開業した台湾出身の呉さん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对创业者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可以提倡一下，可能它更透明、更清楚，然后让台湾人知道。因为其实我赖清德总统肯定就是跟大陆持相反意见的嘛，他们有什么看法？台湾人对台湾的政治领袖是不是都很满意？其实这个很不一定。如果说像我们自己看，年轻人一辈看，其实都算不太支持的。只要是不要战争吧，我觉得说这个其实台湾年轻人其实也是差不多，应该都是这个想法了，要找到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相处模式，要看怎么去谈，这样子就行。因为其实政治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民生才是最重要的。台湾は中国と対立するのではなく、融和的な姿勢で実利を求めるべきだと主張する呉さん。そうした声を反映するように、中国でビジネスを始める若者は増加。アモイに移り住む台湾出身者も人口の 2.3% にあたる12万人余りに増えました。看完上面片段，确实证明了统战纪录片说的是真的。说到这边，希望翻墙来看我的小粉红该醒一醒。你墙内经济差是有原因的，除了习总持续倒车加速之外，还有一大部分的钱就是被用来统战，以及被做诈骗的舔共台湾人跟中共高官一起乱花。很多中国人的钱都存在银行还领不出来啊！另一边你家中共还在这边大傻逼，都2025了，不要再当小粉红了。支持习总武统是没意义的，因为就算真的打了，你们生活条件也不会变好。与其妄想打台海，不如抱团攻进中南海，推翻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小粉的送头留言。首先，这是一位网友，他认同我说的话，留下说：整天喊绿共的人应该看看中共，那才叫做共。结果就有一个粉红在下方留言：这个台独波特王抓到了，一定要把他阉了做太监。这位小粉红，思考一下，你已经活得比我还像一位太监了，想做什么事，想说什么话都被阉割。而且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同属一个国家，那我怎么拍到现在都还没被公安抓呢？你对我的无能狂怒，是不是就说明了台湾跟中国是不同国家？宁愿信世上有鬼，也不要再信中共那张嘴。加油啦！你是网红毒瘤，只会分裂国家，抓！刚过年就让我抓到台独分子，什么叫分裂国家？你在中共眼中已经是台独了，知道吗？然后我也只是说了中共对台湾做了什么破事，这样不叫做毒瘤。我要的话也是免疫细胞啦，驱逐你们这些破坏台湾民主自由的人类毒瘤。中华民国台湾省对你来说是不对的吗？忘恩负义的小恶魔，当然不对啊！现在谁还在讲台湾省都虚极化了，然后什么叫忘恩负义的小恶魔？看起来很像是在对我调情。好了啦，新的一年刚开始就急着告白，Pota 老师不是说过了，我们人鬼殊途，你我是不可能的，但谢谢你的关爱。你辱华，那你自己是什么？我是顽固台独分子。但我要再说一次，我原本也是想讲辱共，但因为中共以及小粉动不动就喊辱华，是中共先强迫大家认同它能代表所谓的中华民族。虽然说中华民族这一词我也不喜欢，它就是为了统战诞生的名词。但总之先不要怪人家说辱华，是你家中共先乱攀关系的，是他硬要把大家绑在一起的。波特王好帅，取这名字就是有好处。想要骂我，还得先夸我好帅。波特王跟89一样收民进党钱吗？有收钱证据啊！你赶快去跟媒体爆料啊！如果拿不出来的话，你补给我们2个如何？不能说反共就是民进党，反共是所有台湾人的事。而当今台湾政党在反共的主流政党里面，就是只有民进党。所以你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蓝白两党不反共才对？国民党的部分，今天影片前半段说过了。请不要跟我说民众党也反共，现在还在信这话的，代表你至少过去1整年来，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有很严重的认知误差，你的资讯来源以及判断能力都有问题。政治立场的选择，我认为也攸关一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你要赶快修正，不然你的认知以及价值观是会影响你整个人生的。也可以多看我影片，很多资讯重点都帮你整理好了。而且你说巴囧收民进党钱真的是太可笑了，是没看到最近新闻他去加入国民党，国民党还不让他加入，人家想从内部改变舔共大党都没机会，还收钱嘞，人家是要付钱给你啊，缴党费要加入都还不放啊。OK， 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